大家好，这里是爱科技，关注爱科技，获取最新案例。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台 iPhone X2 的维修案例。平时呢，我们修到这个苹果 X2 的机型呢，也确实不多啊。有修到的话，也都是小问题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子的质量比较好吧。因为我自己也用这个机子，一直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一点问题没有，也没有收到一些客户的反馈啊，说机子有什么毛病啊。那么这一台机子呢，它可能就比较特殊了啊。或者是说它背后一定会有一些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边框啊，已经摔的已经崩裂了啊，像这边都开胶了啊，整个这个屏幕呢都有点快要像翘出来的感觉，有点变形了。那客人在摔完以后呢，他说电话还是可以打进来的，也有声音也有震动，但是就是屏幕呢是不亮啊，就黑的。那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肯定觉得要么就是屏坏啊，或者是主板有问题导致不显示，因为机子可以开机可以打电话嘛，就这么一个意思。那我拿到机子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要先去排除它的外配啊，这是我们维修的准则，由外而内嘛，是吧？那我们接下来要先把它的屏幕拿下来，装到一个好的主板上，我们开机，然后呢去试一下，看能不能亮，或者是拿一块好的屏幕装到它的主板上，看能不能亮。那么在换屏测试之前呢，我们先夹上电，给它开下机，看它机子能不能开机啊。好，上电 ，OK， 开机了啊，电流上来了。屏幕呢确实是没有显示的啊，没有任何显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换一个屏，或者是直接把它的屏换到一个主板上，我们开下试一下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它的屏取下来，我们直接拿一块好的主板，看它的屏是不是好的。好，我们夹电试一下。好，我们现在用好的主板来试一下它这个屏 O 不 OK。好 ，OK， 开机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屏，可以亮啊，可以亮，那就证明呢，客人这个屏呢是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就要去找主板的问题了。经过简单的测试以后呢，我们确定是主板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图纸，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要怎么维修。我们苹果系列的显示电路呢，所有的 LCD 屏啊，它的显示的这个芯片，包括工作的电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这里就用苹果6的电路给大家讲解一下啊。然后待会呢，再用这个点位图来告诉大家如何去寻找。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呢经常会讲啊，我们苹果的电路呢跟这个安卓的不一样。我今天就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是一样的。那这是我们苹果6的显示的芯片的工作一个情况啊。我们先来看这边，它由电池转换过来给它供电一路，然后呢经过一个电感啊，在这边一个电感给它升压。然后呢，由电源还要给它辅助供电，由 CPU 给它控制啊这个时钟和数据。那么它呢工作条件满足了以后啊，它会输出2路电压，一路正的5.7伏。我们来看这边啊，5.7伏。然后呢这边是一个负压5.7伏给这个显示座，也就是给我们显示屏。那么接下来我拿一个华为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好，这是一个华为 P10的电路，其实也都一样啊，我是随便挑了一个型号。我们看这边 B 加啊 BBATT， 这个呢是主供电啊，电池主供电给我们这个显控供电，然后这一路还会经过一个电感啊升压，然后呢给我们这个芯片，它呢由 CPU 呢控制，然后这边有时钟有数据是吧？控制完了以后呢，它会经过2路啊这样出来，它没有写电压啊，但一个 P 一个 N 嘛，就是一个正压一个负压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自举的，然后从 C3 角串联一个电容下来，再串联到 A3 角。那在我们看我们苹果的这边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它是从 C4 角穿过一个电容，再回来到 E4 角哈，其实都一样。所以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啊，希望大家就不要再去说这个问题了。不管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啊，他们的电路其实都差不多，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切到这个X的点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电路的走向。它其实呢跟这个苹果6哈，包括我们刚才的华为 P10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呢，它自己要先拿到电池的电啊，这里是 B 加电路，然后呢经过这个电感，然后到自己内部升压，升压完以后呢，当然要由 CPU 来控制了，是吧？然后它有 1.8 伏的这个辅助供电啊，它能工作以后呢，它会给我们的显示屏输出一个
负压啊 PN 5伏7，那么然后一个负压一个正压，正压在这边，这个电压呢它会通过一个电感啊，在这边一个电感到这头，电感呢，然后呢输到座子上啊。其实这个显控呢，它只是负责给我们的屏幕供电，那数据都是走到 CPU 里面去的啊数据。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这边。这边有一个 MIPI 的协议啊，它这个都一样哈，包括安卓机都是一样，两路一个 D， 两路一个 D， 两路一个 D。那么正常来说呢，这些的信号走到哪里已经无关重要了，在我们实际维修当中呢，就只需要去测量它们的对地组织，你就很容易的去判断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没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实际去把这个座子的整个的走向给它测一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它的显示座开始测试啊。老规矩，红标比接地，黑标比测。第一个291啊，应该 OK。下一个198，不对哈，这里198应该不对，这应该这个点的话，可能是一个正压的5伏7，这里应该有4、500才对的。那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往下测，750啊，这里 OK。这个没有是正常的，这是一个测试点的，没有通任何东西。然后呢，这边360正常，下面这应该是700多，好 OK， 700多 OK。再下一个500左右 OK， 下一个这个也差不多，480也差不多，下一个 OK， 这边就节奏快一点，还是 OK。然后下面我们上面刚刚测的 OK， 第一个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这个是确定，然后这个是接地，对吧？0000，下面呢全部都是走 MIPI 的这个主线，一个、两个组织一样哈，然后再接地，一个、两个，再接地，一个、两个再接地，好，然后最后还有两个，一个、两个，那 OK。经过我们简单的测量以后呢，发现整个座子也就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哈，其他地方都正常。那么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这个正压5伏7，它呢是由显控通过一个电感输送到座子上来。那这个地方的组织正常我们测起来呢是400多到500多左右啊。那它这个组织被拉低了，肯定是证明这个芯片或者这个电路当中有元器件损坏才会拉低这个组织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下，电容呢拉低的概率是比较低，但是比较低一般都芯片比较多嘛但我这样说呢，可能大家不太理解。那么我拿一张好的主板同样是在这个点上，然后给大家来实际对比一下。好，我们先拿一块正常显示的主板，然后给测计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角这边我们测一下，614我这安杰伦呢测起来是600多，但是福禄克呢是测起来是400多。每个表呢它的量程都不一样显示出的这个压降值呢肯定也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在家里维修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对别人的腕表我这边呢也用这个福禄克给大家演示一下，刚才我们测量的这个地方的组织它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我们切到2极光档。好，我们先看这个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测一下。看到吗？450那用安杰伦这个表呢是600多，福禄克呢是400多，所以你用什么样的表去对，你一定要用跟同样的表去走，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它都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一路的问题。那么这一路通显控，在我们实际维修当中，因为苹果6代到8P， 包括 XR， 就是所有 LCD 的屏，它们的显示电路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这个显控上面。那我们先把它拿下来。好，我先把机子给它拆掉。XR 后面呢有一个比较厚的硅胶我们要先把它撕掉，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去拿这个芯片这个比较厚然后呢这个芯片又在这个屏蔽罩下面，我们先把这屏蔽罩给它吹掉。就这个罩子在硬盘上面一点点。那因为这个罩子比较大，我在显微下面操作可能不太方便，那我就直接在外面拿拿了以后呢再给大家看芯片。
好 ，OK 啊，那显控呢就在这里。那我们先把它拿下来啊，先把它拿下来。还是老规矩啊，风枪温度500度，然后选择一个好下刀的位置。那因为这边是有缝隙多一点啊，从这里好下一点，这边这样呢可能不太好进啊，所以选择一个好位置下刀很关键。啊，先卡好，然后呢准备上枪。OK， 下来了啊。趁现在呢，主板还是比较热，那我们先放汗油，然后把锡脱掉。好，把锡脱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呢，缝隙比较小啊，尽量用尖一点，小一点绕点头，大的你可能进不去。如果感觉有一点带不动，可以稍微飘一下风。这样飘一下就很好带啊，没关系，但不要一直吹啊，稍微飘一下能过就行。OK， 啊，好，刷干净，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底角啊，因为它这个点呢正好通出来，通到这个 A3 角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测一下这边的组织啊，这个时候没有芯片呢，应该是没有组织，我们可以直接测这个 A3 角啊。好，没有组织了啊。没有组织了，那就证明芯片拿掉了以后呢，这边是没有组织是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装一个芯片上去，再测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拿一个芯片给它直上锡，然后再装上试一下。放上油，老铁给它拖一下啊。好 ，OK， 刷干净啊。直吸的时候注意芯片上千万不要有汗油啊。本来锡里面就有汗油，你汗油再多，它密度就低了，然后直起来的球呢就不均匀，知道吧 ？OK， 挂上锡。直吸无所谓啊，拿枪就上就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归一下位啊 ，OK。好，这时候呢，我们要把芯片装上去了啊。装之前呢，先放一点汗油，不用太多啊，但一定要有，一点都没有就不行。注意它的点位不要放反了啊。这里有一个点，看到吗 ？A 角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装的时候呢，可以先用镊子夹着它，稍微这样子放着不动，固定一下啊，固定一下。然后呢，吹到觉得它拿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测镊子啊，这样它不会飞啊。好，试一下，那 OK 了，不会动。再吹一下，看它归位。好 ，OK 了啊，这样就归位了。好，接下来我们把主板拆下来，然后呢，再测一下刚才那个点位上面，有没有问题啊 ？OK， 我有没有测一下啊？现在是烫的啊，因为组织可能会低一些，但是肯定不会比刚才那么低吧？哎，500多了哈，它慢慢就会上来，因为现在主板我刚吹过，它是有点热的啊。好，那我们更换完显控以后呢，这边的对立组织是跟之前的好板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再装上它的屏，然后我们开机看能不能亮。好，这时候呢，我们先夹上电源表，然后呢点下开机键。好 ，OK， 开机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OK 啊，好了啊，那么这个机子呢，现在是可以显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它能不能进这个系统啊。好 ，OK， 我们滑动一下。哎，需要密码啊，因为这个客人呢，他暂时是
还没有给我密码，所以我需要去问一下他要这个密码。其实手机维修呢，相对来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啊，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方法，那么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先到这里。